們，我左手邊這個車呢，大家都不陌生吧？路虎衛士老牌硬派的標杆，只要是玩越野的都認識。那我右手邊這台呢，是智能越野的全新猛士 M817。今天呢，是國產新銳对上老牌，從外觀、動力、內飾、輔助駕駛、越野5項測試，每一項呢都是同場景實測。我先說好啊，我不站隊，咱們用事實來說话。路虎衛士呢，外觀上做的改變就是把以前的糙汉外表刷一下子拖下去了，多了一些科技感和穩重感，在众多方和造型当中呢，也是独树一帜的。其實车身的黑色呢是經典当中的经典，那卫士的前脸其實還是非常有辨識度的。你们看啊，它的中网呢是突出的，和旁邊這個眼眶型的這個大燈是相互呼應的，保險槓的細節也是做得很到位，都是有圓形打孔。那麼輪毂上面的線條呢，還是很硬派穩重的設計。2寸的輪毂其實放在它這個整個車身上一點都是不顯大的。那衛士的整個車身呢是沒有一根線條是多餘的，它的側面和車尾下半身會比上半身要寬，其實整個車趴在那兒給你的感覺就是又硬又扎實，非常穩得住。那衛士呢，其實骨子裡面還是一個越野型的 SUV 的，是好看的，它就是奔着越野撒歡去的。那再來看全新的猛士 M817，虽然說也是越野車，但是畫風呢就變了，是以東方醒獅為靈感，融合原創美學的力量感和現代科技感。我這一次呢是選了最抓我的一個橙色，這個外觀給我的感覺就是年輕的極客玩家。20英寸的6幅造型輪毂呢，又是給整個車身增加了一個硬派越野的力量感。猛士的整個車身呢，整體就給你一種重裝出征的氣勢。它的個性大燈、劍指蒼穹後尾燈，細節處呢也是做得很好。所以啊，外觀這裡呢，一個是往回看，一個是往前走。往回看的呢，堅守經典的本心，低調而且硬派；往前走的呢，是把硬派和科技融合在了一起，锋利又张扬。但是誰好看，看你的選擇。那卫士呢，我們上車就可以看到傳統車企這種家族式設計，車門上中央扶手下面呢是有很多裸露在外面的鉚钉的。对此我只能說一句，不愧是硬派的越野車。那一眼望去，內飾給我的感覺其實就是粗獷有力量感。方向盤的設計呢也是很硬派的，我現在手摸的這個呢其實是皮質的包裹，但是它裡面是一個耐磨的塑料。但是啊，路虎的中控屏是很有特色的，它是一個曲屏的，很貼合我們的手指操作。下面呢還有一些按键，还有我發現了一點，就是中控的這個地方，這真的也是有鉚釘的，就真的是復古工業風。但它下面呢是鏤空的，我們可以放一點東西，也是比較方便我們拿取的。那現在呢，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個語音助手，來試一下。你好，路虎，導航到廣州塔，播放一首五月天的歌曲，打開座椅通風。其實它呢，對於這種連環指令呀，實現起來還是有一些困難的。那像智能互聯呢，它也是有的，雖然說只是一個4G 的哈。那衛士呢，它配備的是一個 Meridia 的英國之寶的一個音響，是有11個揚聲器，不過呢是沒有頭枕音響的。但咱來到副駕駛看呢，其實看到這個地方是可以放東西的，然後中間扶手這邊呢是帶有一個基礎的車載冰箱，其實在夏天來說還是比較方便的。那咱們现在就去後排來感受一下它後排的空間。像我現在腿在這個位置，距離前面這個座椅呢是還有不到3拳的一個位置，然後包括像後排這些座椅通風加熱呀，然後風量的大小呢，其實還是需要用這個實體按鍵來控制的。後備箱的容積呢是786升，那現在我们是已經把2排座椅放倒之後的容積是1875升，但是要注意啊，它放倒之後可不是純平的，是需要我們額外帶一個充氣床墊才能去躺平睡覺的。那外放電方面呢，衛士的後備箱只提供一個12伏的電源基礎車載充電口。那猛士呢，我們一上車是感受到它滿滿的舒適和科技感。舒適呢是來源於它全車是採用了 Nappa 真皮座椅，而且是搭載了華為的鴻蒙座艙。但是這個都不算什麼，您看我這手機呢往屏幕上面一貼，車機是可以自動和手機連接的。它呢是搭載了華為 IDVP 智能汽車數字平台，真的是很人性化。你好，猛士。主駕你好，導航到廣州塔，打開前排的座椅通風和座椅按摩。好的，正在打開前排座椅通風。收到，正在打開前排座椅按摩。找到廣州塔啦，那可是廣州的地標，要導航過去嗎？你看它都是再去操作的，而且呢，它是帶有殿堂級丹拿20個揚聲器音響，而且還有頭枕音響，這個音質真的是絕了。那天氣太熱的時候要怎麼辦呢？渴了怎麼辦？它呢是有一個零下6度到50度的智能冷暖冰箱的，並且呢是還配備了副駕零重力座椅。越野車搭載零重力座椅，我只能說太牛了。猛士的後排呢是做了加長加厚的，那我現在坐在這裡呢，距離前面還是有3拳半的這樣一個距離，即使我換成那種躺着的坐姿，坐在這裡也是很舒服的。現在呢，我把後排座椅放下，放平之後呢，就是一個2.1米的移動大床。
后备箱容积呢是828升，最大是可以拓展到2112升。那加上 MOFS 复合科技滤芯，可以说它就是一个移动的大平层。6千瓦的外放电和25千瓦的驻车发电是可以满足户外露营的所有的用电需求的。像智能语音控制呀，然后座椅按摩这种之类的呀，两个车其實都有的。但是路虎給我的感覺呢是主打一個傳統耐用，該有的都有，配置也是夠用的。那猛士呢就是更智能，更加人性化，舒適度會更高。這輛路虎衛士呢是400匹的馬力，550牛米的最大扭矩，3.0T 直列6缸發動機，采埃孚的8速手自一體變速箱，還配備了48伏輕混系統，0-100加速是6.1秒。但是啊，它發動機帶來的轟鳴聲可以讓人忽略掉它的反應時間，是另外一種的速度和激情。油箱加滿呢是能跑900公里左右，但是像燃油車就有一點好，就是加油是很快的，不用像電車一樣排隊。衛士呢是承載車身，配前雙叉臂、後多連桿、獨立懸架加空氣彈簧。底盤其實給我的感覺就像一個非常沉穩的大堡壘，手感是很重的。那種沉甸甸的回饋呢是傳統液壓轉向特有的扎實感。我現在呢是要掉頭，衛士呢它是沒有後輪轉向的，轉彎半徑6.42米，其實車身還是稍微有一點笨重的。那像我現在就要打2把方向盤才能調得過去，其實這個還是比較考驗手法的。但這個車的駕駛感受是非常好的，單說坐姿坐起來就是非常高的，開起來你會非常有安全感，而且它的懸架很高，你不會感受到那種晃晃悠悠那種感覺，但是速度提上去呢，風噪還是有一點大的。猛士呢是 2.0T 混動專用發動機加前後雙高功率電機，0-100加速呢是5.2秒，綜合功率呢是598千瓦，最大扭矩是1175牛米。那動力水準呢是遠勝 6.0T 的。底盤呢也是採用高強度鍛造的高硅鋁鎂合金，加上前後雙叉臂獨立懸架，加上150毫米的雙腔空氣懸架加 CDC。像路面上的坑洼呢，壓上去它都能夠快速來調節軟硬，而且呢，它還配了雙層夾膠隔音玻璃，加上主動降噪，時速100公里的時候開起來也是很安靜的。那再加上猛士呢是有雙向的20度的後輪轉向，5.2米的超小轉彎半徑。我們現在同樣的路口試一下它這個窄路掉頭，它呢是提前打了轉向燈，一把就轉過來了，開起來是很絲滑的，就完全沒有大車的那種笨重感，相反呢還是很靈活的。那相較於全鋼底盤呢，重量大幅度的降低了30%，動態響應速度呢是提高了15%，駕駛平順性呢也是提高了50%以上。所以說雖然它是一台越野車，但是開起來呢是一點不笨重，反而是很輕盈的。那猛士的續航呢也是讓我眼前一亮，它呢是搭配的寧德時代越野電池。CLTC 純電續航是215公里 ，CLTC 綜合續航是1365公里 ，CLTC 饋電油耗是100公里7.19升，電量從30%充到80%，最快是只需要16分鐘的。而且猛士呢是目前電池零自燃的一個新能源品牌，衛士呢是傳統大排量400匹的馬力加上 3.0T 的發動機。經典的轟鳴聲和機械的質感，其實就是它的價值所在。猛士呢就是電混 2.0T 混動專用發動機加上前後電機，綜合功率是598千瓦，起步快，綜合續航更長。平時呢還能充電，在程序用的時候呢就沒有什麼油費的困擾。想要絲滑的駕駛體驗，我感覺還是要選猛士。那像越野車呢，其實也不是天天在山裡跑，很多時候呢我們通勤用的更多一點。那衛士的輔助駕駛呢是 L2級的輔助駕駛，我們現在把它的輔助駕駛打開一下，看看它的表現怎麼樣。其實現在這麼看起來呢，還是需要我去打方向盤，需要人工全程的介入。其實全程都是我自己在開，沒有給我很多的幫助。那其他高難度的操作呢，其實咱就更不用說了。猛士這邊呢，我也是開了輔助駕駛，它是華為乾坤輔助駕駛 ADS 4.1加上896新一代雙光路圖像級激光雷達。比如說前面有路障或者車呀，它就非常絲滑的自己變道過去了。它全車呢是超過了50個傳感器，能夠穩定的識別120米以外的障礙物。像咱們現在所在這種道路呢，右邊有可能會突然竄出來電動車，或者是旁邊會有臨時停靠的車輛，它呢是會進行一個提前的預判，它是隨時都能夠出手，在你需要它的時候，它就立馬在。其實這個呢就是技術給你帶來的底氣，重新定義了越野車的豪華和舒適性。這輛城市路線跑完呢，兩個車的差距其實還是很明顯的。路虎衛士呢是傳統的 L2 輔助，基礎功能是都有的，更多的時候呢，其實還是我們要自己去開的。那猛士 M817呢是華為乾坤的硬技術的加持，技術和省心它全都要，聰明又省心。其實兄弟們可以看一下我們這一次的實測數據啊。我們先來看衛士泥土模式、碎石模式、雪地模式，一共是8+1種駕駛模式。這套東西呢，衛士是做了幾十年，是非常的成熟的。不過要注意一點哈，它的一鍵 Auto 模式呢是要加錢選裝的，不是標配。那衛士的這套模式呢，是你要根據路況去選擇的，而且還得手動切換。
全时四驅加主動式後橋差速锁，加上中央差速锁和2代全地形反馈系統，這2把锁加上電子限滑，其實已經特別的強大了。威士的底盤呢是基於 D7X 全地形平台打造的，路感沉穩，是傳統越野的調性。空氣悬架升到最高的時候，接近角受37.5度，離去角受40度，縱向通過角呢是有27.8度，最小离地间隙是218毫米。像我们平时走一些炮弹坑呀或者烂路的情況呢，威士呢我是需要自己動手點開中控屏的4×4全地形菜單，來選擇相應的越野模式。全程呢是需要我自己來判斷，然後自己來切的。不過話說回來，真開起來，哪怕說是路面顛簸的厲害，它車身的重量和底盤還是給你一種穩如泰山的底。猛士的駕駛模式呢是有一鍵智能 Auto 模式和6種全地形模式以及2種公路模式，总共是有9種駕駛模式。那配備的呢是猛士智能 E 锁及后桥差速锁，可以選裝前桥差速鎖，協同控制，讓4輪同步發力，輕鬆脫困。而且這個車呀，它的雙腔空懸升至最高的時候，它的接近角是可以達到37.7度的，離去角也是有37度，縱向通過角呢是有25度，最小的離地間隙呢也是高達321毫米。猛士智能底盤融合華為乾坤輔助駕駛的最強感知能力，讓新手也能夠輕鬆駕馭這種複雜路況。那像我們現在跑下來這一趟呢，猛士全程我坐在車裡的感覺就是非常的平順安心，就完全不用擔心路況。在專家模式下呢，是支持6種全地形模式的個性化參數調整的，而且呢還有一個輪端限滑力度，支持自主調節，後輪轉向開啟關閉 ABS 3檔自主調節。那這一點呢，既可以滿足新手，也可以滿足那些越野老炮。所以呢，越野裡面呢，這2個車完全是2種玩法的。那威士靠的是幾十年的傳統機械功底，路況模式都得咱們自己來判斷和操作，那份掌控感一看就是老玩家的樂趣所在。那猛士它呢，其實是能收能放。新手一鍵 Auto， 它是自己可以識別這個路況呀，包括分配動力呀。那如果你是個老手呢，想要自己來，在專家模式下都可以手動來調節。一個呢是在考驗你的技術，一個是一鍵就能上手，又能深度自己玩，把越野的門檻給我們降下來了，同時呢也把上限給留住了，各有各的玩法。5項都看完了，兄弟們，我不站隊，咱們就來客觀的說一說這2個車適合誰。路虎威士110，幾十年的老牌硬派工業風，燃油質感自己掌控的駕駛樂趣，喜歡親手玩越野，要那份原汁原味的人，那麼路虎威士110呢，依然是你的經典之選。全新猛士 M817 Max 加呢是越野加智能加舒適融為一體，既有硬核的越野能力，又有舒適的智能體驗，把零重力座艙、雙腔空懸、2米大床的舒適性和高階智能輔助駕駛和智能座艙都給你融合到了一起。那麼這2輛車呢，其實都有適合的人群，關鍵是看你更適合哪一台。